坚持曾经为粉丝做出的组合优先、舞台优先的承诺。而虽然形势艰难，我们仍在竭尽全力准备着一场属于我们的音乐会，送给3周年的时代少年团，送给不离不弃的你们。2022年11月23日，时代少年团正式出道3周年。在这一天，少年们不仅久违合体登上了期待已久的舞台，同时也获得了东方风云榜的多个奖项。而这些奖项和认可也赋予了这个重要日子更多的意义。获得最佳组合、亚洲人气组合和10大金曲殊荣的就是时代少年团。大家好，我们是时代少年团。我会始终坚持组合优先、舞台优先的承诺。时代少年团会继续加油的，谢谢大家，谢谢。30年是在10月23号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见到10月23号那一天，但那天时间其实也很少。这一天是新歌百游界的舞台首秀，少年们早早地开始排练准备，用最好的状态迎接这个重要舞台。你说的是少年的懵懂轻狂，在蝴蝶跟着飞，我拖着破的行李向未来扛载着坚定的双眼望着地平线。现场抓紧时间。这首歌没听过，我先把这些草拿来。不，你必须要他讲的。好了，
台彩排结束后，少年们换上衣服，赴一场与粉丝的3周年直播之约。点进去就开始了，对吧？真的？哦，没有开始啊，没有开始。我一跳，开始了吗？这就开始了吗？哇，这么神啊！开始了啊，这个太突然了吧？多少有点，说实话有点这个能这样进去的，有点炸呀。 Hello， 先生谁啊？跟主播打了个招呼，谁 ？Hello，我真的看起来是这样。哎，这个有很多滤镜的。对，说先让我们选一个滤镜吧。可以。这个怎么弄啊？在哪儿啊？然后哦，在这里。镜头翻转啊！镜头翻转。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时代少年团。太强了！哇，这个穿闪闪啊！冰淇淋蛋糕做好了。为什么最爱冰淇淋蛋糕呢？来了，刚看到它，把一个全部的哇 ！Happy birthday to 天天！学啊！朋友们，再见！希望只有我们马上见，拜拜，拜拜，拜拜，3周年快乐！快乐，3周年快乐！之后大家在台上见了。因为这是3周年嘛，我们是想跟大家有一个很直面的见面的。然后当时是想着做围炉音乐会，就是那种大家围在客厅里，然后边唱歌边吃东西，然后边聊天，然后唠唠最近在干嘛，然后很开心的跟大家有个见面，并且把3周年这个纪念日给庆祝一下。我后来呢就说，哎，有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去海边，然后做一个 live house 那样子的形式。哎，我说哇，这样太棒了，因为 live house 还能有现场还有观众啊什么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然后呢没有办法出北京，然后就逐渐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首秀舞台顺利结束，少年们马不停蹄地进入组合3周年音乐分享会的准备，而刘耀文因腿伤无法跳舞，少年们需要将原本的团队舞蹈调整成6人队形。上午，刘耀文来到棚内进行 solo 舞蹈彩排，原本热闹欢快的舞美设计，也因腿伤后歌曲风格的调整显得有些许空旷。因为之前听说有观众，然后我们也在海口办这个演唱会嘛，我很激动，所以就想说选首能够带动气氛的歌，能够一起嗨的歌，而且这首歌也蛮火的嘛，大家也能一起跟唱的一首歌吧。所以选了这首歌。预想中的舞台其实就是很舒服、很爽，
你想想，我选这首歌《小镇夏天》，肯定我们要开演唱会在海口的话，爽不爽？你说爽不爽？太爽，而且还说在海边。后面因为种种原因换了一种形式，所以就是会显得有点尴尬，因为台上可能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蹦蹦跳跳了。我当时其实想换歌，但来不及了，所以就硬着头皮想说把这首歌唱完。然后当时脚没受伤，其实想的是有一些编排的，有一些小舞蹈在里面的。反正当时我记得，花絮老师来拍了我2次上课，一次是我脚是好的时候。拍我唱的歌嘛，他唱这首歌，跳起来跳，蹦蹦跳跳唱。Easy 啊！没有，你当时动态比我大一点。One two three four。聚我三人肉吞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摊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这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毛发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证明你没接受青丝海的双眼，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此刻是结局将你的出现。我的小城镇陪你体验浪漫，我风吹过了盘，你显得很好看，微醺的缓缓，时间过很慢。我的小城镇陪你点了另一半的风，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希望，温热的心却令人梦幻。结果下次来拍的时候，此刻是结局将你的出现。对呀，老师，你记得上次他们拍《小镇夏天》的时候，我还是高高兴兴的在唱跳。这次来拍，就是曲风也换了，真的可怜。太离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这东西。好不容易等到一次，结果又没了。啥结果呀？最后是伤者现在有一根断裂，现在医生在帮他固定脚踝。我刚刚诊断出来就是可能3根韧带断了1根嘛，至少4周。因为我还好，我是第一次断，所以就问题没那么大。然后说是需要，如果没养好的话，就需要做手术，做一些有氧运动，然后跳绳嘛，然后再就是练体能，因为马上上台了，练一些体能，然后出出汗，有氧减脂。你看，结果我一跳绳，我腿抬得老高了，然后一踩到旁边的东西就滑了。然后就是一个90度，咔嚓！当时我就感觉我凉了，你知道吗？心都凉了一半那种感觉。挺遗憾的这一次。虽然跟预想的就是不太一样，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完成的稍微好一点，加油吧！这次舞台的感受，先说这首歌吧。这首歌其实是我在1周年的时候就很想选的一首歌，可惜并没有唱也有凄美的意义。聪明的虚荣，我在每个眼神只是光亮的瞬间，你让我面对面。
设想里面是有观众的，然后3周年和大家一起度过，但是很遗憾这次依然没有观众，对，然后感觉心里空荡荡，很空虚，就是很想在舞台上跟台下观众互动的感觉。上走了一方面，见你一面，像一道平行线，划过一边的谁看见？我这样决绝，上等了是一天，度日如年。舞台设计，我其实觉得就是那种废墟风，那种很适合这首歌。这个挺不错的，真实，感觉我现在已经是拾荒者。今天彩排还挺不错的，今天彩排加了几个舞蹈动作。因为之前没有时间学，所以跟指导老师在现场学的。因为下午4点回来，然后7点上的课，因为它三段副歌嘛，就每一段副歌都要唱出不一样的层次。第一段要唱的比较那种无所谓的感觉，然后第2段就要稍微的放出来，然后到第3段才完全放出来。就是你要去体会这个音乐带给你的一个画面感，然后你是画面感中的一个这个主人公。很好。上等了是一天，度日如年，穿戴整齐迎接，赴你的约我不拒绝。这个约特别好，是这么热烈。哎，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找好一个准确的人设以后，有了一个明确的情感切入点，你一切唱的时候其实都变得更舒服。很多东西变得水到渠成。舞台设计有你自己的想法。真诚那种，就是简单，怎么简单？不管方案包装再好，但它最终它的内核应该是这首歌和唱这首歌的人，包括唱出来的东西的质量。所以我就还是喜欢自己很多东西都很简单、很干净，希望他们保持真诚和纯粹。包括就像我期待这首歌，他唱很多东西就是很真诚。就相当于是之后你一直在这唱，唱完之后尾奏的时候，慢慢的回来。找了编曲老师，然后做了很多更大一点、大开大合一点的东西，然后进鼓啊、进这些吉他什么的。好早之前就想唱这首歌。主要我自己很喜欢，但是当时就觉得太难了，唱不了。现在就感觉想试一试，想挑战了，然后就重新编了一下曲。现在与未来能充满透亮的双海。跳出舒适区了吧？我平时唱歌不会这么唱，就是会用那种新的方式，然后这首歌就会强迫你必须让你用点新的东西，所以我这次算是尝试吧。讲4个吗？好。
降4倍很高。但是降4倍很难唱，后面难唱，真的，他们那个拐很难唱这首歌。但是为什么想重新，要不然再编一下？啊？重新再编一下。肯定要，你如果想唱这个歌，就是一定要重新搞一下。巨难唱，我知道，这个真的很累。Say goodbye。最近都在挑战这种难度系数很让人头疼的歌，谁让你自己选的呀？不想将就。因为我很喜欢里面很多词嘛，他说昂首阔步，不留一丝遗憾。我天啊，太热血了，这种难。我其实很喜欢这种歌，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写出来点这种歌，就是你自己唱的就会觉得，哇塞，很棒那种感觉。更是我想的那个，我期待的感觉。你慢慢就忘了你什么感觉了，甚至希望能上个音乐节，因为我觉得有互动嘛，大家有来有往，那才是舞台嘛。是不是会有一些遗憾？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去琢磨吧，包括我们都应该琢磨。我们作为这种台前的表演者，或者是输出的人，然后怎么大家把这个东西通过这个屏幕传达过去呢？这个东西其实还蛮难的。所以到底是不是应该是更做得更大、更震撼，还是应该更细腻？对，其实是应该思考。通过大功率、大分贝的音响扩散出去，跟这样直接收进去的时候，它更要求你要更细腻，唱得更完整。因为很多你像平时上现场，我可能这句不唱了，或者是我这句我就丢给你，或者是我就是唱一半，就是要开始在后面飘了。但是后来，但是线上我们这样就会差点意思，或者觉得奇怪。为什么选择这种呢？当时在一个寂静的夜，在学校宿舍的时候，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房间觉得好孤独，我就听这首歌啊，好听，就记住了这首歌。让大雨侵蚀吧，让大雨侵蚀吧。这是一首慢歌，所以它对我的气息控制这些都要求很强，音准各个方面，还有就是情绪，就一遍一遍的去唱，一遍一遍的去练，会对我听音啊这些有所提高吧，会让我唱得准一点。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带给我。从音乐孵化到各种各样，想营造用镜头比例，营造一个很有氛围的一个像一个小地方的感觉，但是感觉营造不出来，所以只能用光配合歌词呀，然后这里面节奏啊来营造一个氛围。这种正面的镜头就尽量少，就是正面后面它是那个，就是尽量给侧面，侧面能看到窗户和这个，因为如果给一个正面，它背后它只有那种条纹的光，就感觉特别。就是跟咱们讨论一下的是，你从什么时候是从头到尾一直要1:1，这个画幅就不拉开了，还是说我到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歌已经起来要拉开，然后你可以破开这个，对，可以破开这个，对，我可以像2号机这样的机位，对吧？对，这个主歌在里面可以的，对吧？可以的，是后面就破开这个1:1的话，破开这个。因为之前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意境在里边，然后就想还原这个意境去唱这首歌，所以会对灯光啊，然后孵化的比例啊，还有各个镜头的一个怎样去营造一个氛围啊，有一定的小要求吧。虽然有些东西它很难达到，很难实现，因为空想的往往比较难以实现。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带给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我觉得，音乐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维度，所以我虽然有落差感，但是我也会感到很幸福，因为大家都在听我唱歌，也会有幸福感。
这首歌，就当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快乐。情不自禁的快乐。其实我选的理由很简单啊，就是想给大家传达一个快乐的感觉吧。我觉得大家现在也需要这种快乐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选了这首歌。对，老在那边了，就是甩个衣服一拿，然后突然间有人默默的，不行啊，手对，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你先拿。我就把自己设想成了一个幼儿园老师，然后让半路老师们扮小朋友，我在那儿弹钢琴嘛，因为我想让别人觉得我好像这一次要特别正经的来搞一个节目，所以说我前面弹了一个梦中的婚礼，来掩饰这个反差感。可以，这边很好了，挺好的啊。我就打起来了，我去劝架，然后吹了个卡祖笛。对，可以。然后对，他吹完之后，你可能衣服。就虽然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我当时想的时候还是构思了一会儿。OK， 好。那我5、6、7，对，是这个意思。对 ，OK。我一下都自信起来了。全都是我亲自操刀设计的，太帅了，我觉得，就大家看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好玩啊，就当时就这样想出来的。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既然线下嗨不了的话，那大家就在线上嗨呗。因为，我选这首歌呢，就是觉得说，它有那么一点已经突破了线上或者线下的这个局限性了啊。就虽然我可能不在现场，可能那个氛围还是会不一样，但是我感觉它的影响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就这首歌真的太欢乐了啊，太欢乐了。所以说我就也希望，就虽然这个现场没有观众吧，但是我还是希望能用我还有班虎老师我们在台上的这个表演能够感染到大家啊，希望大家在线上也这个效果也不打折扣吧。这最后一个，大。对 ，OK， 可以。好，太快了。当时我本来确实是说我要唱新歌，心路历程的话就是之前的积累吧，就是因为我在艺考的时候那段时间有个习惯，就是每天会抽出一点点时间来写一首单词，然后其实就是很多的一点，然后累积，然后看到的以前的灵感，然后衍生出来的。Let's go. 说实话，我没有想着去，就是一定要大家就是被我炸到或什么的，我只是想把这个秀做好，想把我自己的新歌这个歌做好，然后把这个舞台做好。对，我怎么好我怎么来做的，并不是说就是一定要就是让大家感觉到怎么样，这不是我的初衷。这次准备的非常的仓促，我感觉，所以总体还是比较满意，但是觉得可以更好。我当时可能也是因为时间太短了，没有来得及沟通。就其实我是想拿个金腰带的，然后中途就是可能我的衣服，然后我如果有个外套的话，那我先不穿那个外套。
然后我就先穿里面内搭，然后背那个金腰带在里面唱，唱完之后把金腰带随便递给一个伴舞老师，让伴舞老师把衣服拿给我自己穿上，然后唱第二段。其实还有很多想法，但是太仓促了，没来得及去沟通，然后去协调。对，也希望这版大家能喜欢。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台上没事儿干了，一直不做点啥的话，我感觉就是纯唱下来一首歌，那其实不适合在大的一个舞台上，且下面有观众，然后更多的是要照顾到镜头前的观众，所以还是要设计一些舞台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让大家看得开心，看得舒服。对，所以跟邦邦老师沟通了一下，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动作，然后跟他们有一些配合的东西。害怕你的眼泪，没人为你抹去，能让你过得比我更精彩。再见，拜拜。就是为什么选择3周年唱《情话》这首歌？首先是感觉好久没有唱慢歌了，往里走的这种慢歌。因为感觉平时也没这样一次机会给大家安安静静的完整唱一首歌，所以说觉得这次也是想就这样让大家安安静静的听我唱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技巧上的那种特别突出的难度就没有什么难度。其实慢歌往往是比快歌还要难唱的，因为快歌其实是一种非常的律动感非常强，然后慢歌呢就是真的需要去感受，而且处理非常的细腻。唱成员进步了，共情能力的提升，是吧？可能表演学了也有用，很有用，你是进步了的。就让时间流淌，和你虚度时光，你路过的地方都有我的说话。这个情绪确实会稍微难找一点，然后也是挺考验歌手本身的对歌的理解的表达，以及对它的表达的。之前我清唱时刻的时候还有唱过一小段。你扬长了头发，闪着微微亮光，你路过的地方全都开满了花。我觉得之前因为唱过一次，然后大家也好像还挺喜欢的，能感觉到这种羁绊建立起来了。因为跟粉丝也一块儿相处了这么多年，就一块儿度过了这么多年，很多歌词我也可以就是能够从这种跟粉丝之间的情感里往里套，就是也能就是两个人能融到一起。尽管有些歌词我可能只能靠想象的画面，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氛围和我想表达的东西肯定是一样的。真的沉浸进去之后，你就只能听到音乐的声音，然后就像在音乐里说故事给粉丝听一样。它叫情话，然后也是觉得可以送给大家。时间来到联排当天，因北京疫情封控加重，许多工作人员临时无法来到现场，舞台录制的园区也面临随时被叫停的风险，直播能否顺利进行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险起见，公司决定先将最重要的团体及个人舞台进行录制，互动及游戏仍在直播中进行。我们就说那就先保舞台，不管怎么样都先要把舞台保下来，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准备了很久。对，然后就当天基本上大家都通宵吧，然后把舞台录制下来。在汪洋的世界里面，还好能跟你遇见，孤单的心事有了伴，我的
气也点燃。向着梦想前进从不奇怪，北北西北学校上不下坏，好自卑的气息，为迷茫的人气，未来世纪。来，我们现场准备。找不到新疆可以吗？来，现场准备，现场准备，来，雪花机，5、4、3。观看舞台反送后，马嘉祺和丁程鑫决定跟导演组争取，是否可以调整舞台走位，让腿伤的刘耀文在团体舞台中更有参与感。那我们多久过来？哎，你们可能是这个样子，你听说吧？我有想法，就是说这段不是这样，我自己唱嘛，这样我自己唱，我就去那儿唱，我往那边倾，让他把它架过来，架到舞台中间，在里头。你是想说这镜头可以向前，但每个人都有一个实拍镜头。要不就第一首就把一个姐拿到这个直播上。让我站在台上不会太尴尬，因为我一个人坐在台上确实蛮尴尬的。要是那个全景里面看出来就是很违和，真的会从画面里看出来很不好看吧。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尴尬，因为我第一次坐在这个台上不跳舞。在录那个舞台的时候，大家都是就是很照顾我。就是把我就是搀扶着走来走去的。我全不害怕，我疯癫，望着前方的光线，没有见我闭上双眼，迎接无尽的黑夜。这儿。好像陪你度过每一个夏天，那被季风吹上深藏的季节，流转眷恋，翻越呼吸的想念，我好想念，你像迷雾的季节，绕过星辰，绚烂在分享30系列音乐分享会的首场演出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把掌声祝福献给我们的时代少年团。舞台正式录制时，为了呈现最好的视觉效果，刘耀文的 solo 舞台《小城夏天》以至星空小屋舞台，来这里，来这儿，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来个人，来，我们这个树放在这个。都可以，对，你就第一反应你这里给到你什么你就上去，不用想，好吗？可以吗？可以了。然后去
台，装饭弄好了，我们就开始了。让我们的舞蹈演员。有时间让我忘了我是谁。心里中那瞳孔不约而同，伤得有千万种，找个答案谁在害怕？还不能回来。那瞳孔不约而同，伤得有千万种，找个答案谁在害怕？还不能回来。阻挡动会这世界很大，太多人犯傻，说太多狠话，却还是放不下。这世界很大，太多人犯傻，说太多狠话，却还是放不下。忘记我所有的机会，不能想让从来顶碰，真没到底只会 best on， 不再没翻过我转账，总是现在装傻说话，就谁跟我说能改变下动三就很大，一直废话，飞了个路飞就忘了规划，想让我下水根本没怕，人中的坏人在我这边抢，心里人在认为。金融慢慢做大，做了一家独大，把东北的放大，国家在不来慢突破大，中国领头，我的道路够大，自然我也听不懂，我的朋友吹，我的一个辈子来对头，已经走向了正轨。我们停手啊！来，陈老师，3、2、1，走。最棒的、最亮的、最棒的蓝，祝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亮的、最强的，尽情的盛开吧！你的翅膀是最棒的、最强的、最亮的、最棒的，心需要你。不是，你看我这个马上能掉下来了。是吧？不行，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
11月26日凌晨5点，时代少年团全员 solo 舞台录制结束。经过短暂休息后，下午2点，少年们再次来到棚里进行直播彩排。而此时，距离3周年音乐分享会直播仅剩5小时。少年团，打个招呼，过了。先热身一下，我们彩排就玩1-2个，对，和我们耀文进去一下。耀文，你觉得你站在里面？你在里面就是找字嘛，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大家各就各位，先回来站成一排。来，小朋友们回来站成一排。对，然后一会儿那个音乐开始了啊，我来说。来，接下来我们第一首歌，3、2、1，开始。知道什么歌就可以赶紧冲过去找字了。把字找正确之后，来到白板贴好之后，就可以抢答了，在我这边，好不好？时间已经过去10秒钟，还没有找出来啊！你自己的歌哎。有了，来，过来贴。把这个贴正确，要你管。好，小丁，你还记得刚刚我们的音乐在哪一句停的吗？在我们 dance break 的时候停。好厉害！对，是吧？让大家就是你边找的同时，你要记住这首歌是在哪里停的。听到没有？好，知道吗？啊，就这么玩啊！好了，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好，恭喜，记得1分。哇，太简单了，这个回到原位啊！接下来要我们请。好，我们画面切走了，我们 VCR 倒计时18分钟，我们现在开始换装。每个人都要迅速的做出动作啊，不许互相这个交头接耳啊，自己做自己的。每个口令做同一组动作人数最多的动作就是我们的标准动作，就是其他人数比较少的或者单个的动作呢，就是错误的动作。在完成所有口令之后，错误动作最多的成员将接受惩罚，好吧？那我们玩几个来试一试啊。来，第一个，好冷啊！对，不许互相看啊。第二个。公司宣布放假10天。好，只有那边2个人是同一个动作得分，其他人都不得分。比方说这一轮惩罚的是马嘉祺，然后其他6位成员，我们想一想怎么惩罚小马。好，我们进表演秀的 VCR。我也第一次听说跳大绳。你说哪个？是这个吗？对，跳长绳。对呀，跳长绳跳大绳。跳长绳跳大绳。给我改。来玩这个游戏。上前给你们30秒的时间来选择一下你们要用到的道具，好不好？小丁是这样的，一会儿呢，我们这个触摸的规则啊，就主要是它的这个头部啊，脸部头就脖子以上的位置，好吧？好了吗？我们最后10秒钟啊，大家就是选择好了道具之后就站好了啊。好，准备好了之后，来，我们往前面站一下，让那个试一下位置。我们玩这游戏的时候是站一排。
开出几个以上可以啊。然后控制人播那么15-20秒，不要给我答案，不要播太久。就买得起了。好的好的，回答正确。下一个。这个发质刚刚。发质不灵。好的。播不出来了，完了。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是谁呢？骨骼惊奇。我是阿宋。天哪！妆发老师后台要哭泣，说我们直播怎么敢装？好，恭喜我们的丁晨曦。对，没事多播就行。好，OK。行，那请大家回到自己的位置啊。难道初恋？我来说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让粉丝们来选，看看是玩哪个。第一个是默契卡点，2位少年并排站立，音乐响起。需要卡点合作，比出4种爱心。2位少年有3次挑战机会，过程中不可交流提示。挑战2是报纸拔河，2位少年同时将头套入一张报纸的2个洞中进行拔河。哇，好好看啊！报纸破裂并掉下的一方输，并接受惩罚。好，这个选择权交给大家了啊！那个积极的刷一下我们的弹幕啊，我们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好，2位有什么就是作为你们现在是一根船上的蚂蚱，对，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什么心情？陈总怎么说？积极刷屏啊，大家。挺好的，挺好的。我们这个弹幕上的选择是1，默契卡点啊。默契卡点，那我们就是准备一个音乐了啊，来组啊，你们2位准备好了吗？我要怎么做？就是比开心就对了。就是默契卡点几次比心的机会，对。对，3、2、1，比心，比心，比心。就我们2个人得比。大家准备好了吗？你们开始，迅速的拔，就看谁能把对方赢了，然后小刘就要接受惩罚。惩罚是什么？惩罚就是2个人把第一个游戏玩一遍。我觉得可以。惩罚是把报纸缩短。行吧，到时候这么玩吧，挺好的啊，效果不错。真的是惩罚把报纸缩短，太会了，我的报纸。好，请2位归位啊，归位。那你这儿就准备一个音乐。刚才就是10秒，9、8、7。好，那对我们围着蛋糕一起许个愿，好不好？往脸上也来一点。你这太幼稚了，快给我擦脸吧！太幼稚了，快给我擦掉海。你们真的太幼稚了。好，我们那个来，我们现在那个吹一下蜡烛。3、2、1。我们在台上这样，我们也特别有仪式感的，一起切下第一刀，好不好？好的。来，3、2、1，哇哦，开心，掌声，谢谢谢谢。桌子裂了，好，那没事，我们先把裂的桌子推到下面，一会儿下去我们再吃啊。桌子说我裂开了。对，那再次把我们的祝福献给我们的时代少年团。点干。
鞠躬时候撒花，然后我们鞠躬。完结撒花。26日晚19点30，时代少年团3周年音乐分享会准时开始。少年们在换装间隙，也实时关注着直播动态。现场3分钟。我们化好妆的老师迅速。可以看吗？这是。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百视 TV 独家播出的《东方风云榜奔向30》系列音乐分享会的首场演出。来，辛苦各位老师抓紧我们13分钟，回到小木屋。我们一起围绕着这个蛋糕一起许个愿，好吗？屏幕前的大家也可以一起许愿哦。你的愿望、你的约定，肯定都会实现的。好，那我们一起把这个3的蜡烛吹灭吧！谢谢。觉得不管是3年还是30年啊，都一定会陪伴着彼此。拜拜。我们一直说有很多问题跟困难，这一次准备，包括演出的时候，也确实是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这次3周年，能办下来，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但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验证我们时代少年团包括公司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怎么处理这样子的事情，顺利的完成下去，然后甚至完成的好。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抱怨，然后应该是在这个不是很完美的计划里，然后尽量做的完美一些。这个3周年其实准备的挺着急的。比如说就是我们那个无尽的冒险，一上台还是感觉挺不起的。无尽的冒险，有你的季节，百忧界，我喜欢你。准备时间可以说是更短了。说实话的话，就是我喜欢你舞蹈练了多久啊？也是大家在排练室3个小时弄出来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不是一直在上学嘛，所以很多东西都现采现学这些。出来练习的时间不多吧，我觉得，所以说显得时间没那么充裕。然后更多的是一种自己在花时间挤时间去练的一种练习方式，还有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也比较少，然后我就觉得质量没有那么高吧。没有时间，不是没给我们时间，就是没有时间，就是你需要在学校里面上学，然后你同时你要遵守学校的规定，然后呢你还要挤出时间来去完成这个东西。别人会觉得这是我们的一贯的借口，因为每次都回答同样的理由，就以为时间不够充足，但是这个节目没做好。实话讲就是没有时间，但是这个不是一个你舞台不好的一个借口，我觉得你没有时间和你是否能有东西能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好是两码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对，现在确实就是时间不充足，真的不是借口。这些东西我可以说吧，就之前我们本来是说的是有另外一种形式来完成我们之前的这个，就比如3周年这个东西吧，有另外一种形式，但是后面
又在短时间内就是换成就比如像那种录制舞台、直播这种形式。最开始是说要来一个 live house， 就像大家聚在一起，可能就在一个小房间里，大家在一起唱歌啊，各种各样的，就很随意的一种感觉。然后到了后边就临近，马上就几天，我突然跑到舞台上去了，我就完蛋了，那整体的编曲啊，各种调度啥都得改，1周之内吧，把各种东西改出来，然后给到方案，变成今天这样。还有10天了，来问我要不要改编曲，问我舞台的意见，也是最后几天了。学这个钢琴是昨天晚上11点半到1点半左右吧。是这个时候。但是我们还是一抽空就开始练习了，对，就是抽空就大家扣扣动作呀啥的。但是你要说集中练的话，确实时间短了一点，因为确实大家聚在一块的时间很短。这个说出来还是挺吓人的，其实多少有点不太负责任。我们有问题的地方确实是有问题，时间紧归时间紧，但是该有的质量还是应该保证。就是因为你很久没有舞台了，你应该做得很好。我实话讲，我不是很满意。我觉得所有舞台，其实就是你练了多久，或者是你花了多少心思在这个上面，其实是可以得到验证的。就是在你上台的时候，跳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准备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果然是有的东西用的时间不够，它的问题就会出得很明显。我就没有满意过我的任何一个舞台，包括我觉得团的舞台也可以更好。当然就是不是借口，都不是借口，这一切都不是借口。我不想就是给自己太低的要求，然后让自己得到一个满足感。我觉得这样的很没有意思。把要求定高，然后这样才会每一次的给自己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完成嘛。当我完成了那个虚高的那个目标之后，自己会有一种很有成就感、很有自豪感。我觉得那样的才能让我进步。对，不满意啊，就是感觉很简陋。但是这次确实我也有问题，因为我脚受伤了，没有办法能够做舞蹈、跳舞什么的。然后，但是从舞美看得出来就很简单。然后也是可能也有因为就是突然有了变化，就是所有东西都得捣鼓一下，从头再来，很麻烦的。就感觉差点啥呢？我也说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反正次次都遗憾。你知道明年我还会这么说吗？明年还是说遗憾。这些东西可能现阶段没有办法吧。我有2个非常遗憾的地方。无尽的冒险，我觉得我首先唱的没那么好，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点久没上舞台的表现，然后就挺遗憾的。自己的 solo 吧，就感觉也没练够，然后就上台了，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吧。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与粉丝们见面，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一点，因为我始终觉得有舞台必须要有大家都在。然后还有遗憾的点就是耀文因为一些原因不能跟我们一起跳一起蹦然后还有遗憾就是我没有唱好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其实就像大家喊了这么久，结果还是没有开过那个线下的大的场子的演唱会，你就感觉好像都特别临近了，但是突然就会有变动。还有的就是这个小刘前2天受伤了嘛，团的那个唱跳，其实我们就是人也不齐嘛。我看刘耀文在那个群里面发了一个他拄拐杖的视频，当时整个人我说那不是完了吗？那也希望他好好这个养伤吧。一是没有观众吧，然后2是时间太匆忙，然后3是没有很多沟通吧。表演的时候难免发生一点就是那些困难什么的，弄的一些道具就是我们感觉有点奇怪。我们烟花烧完的时候，默默放在我们的身边的小石堆上。我的名字叫张真源。然后各位老师说这个烟花因为是铁的，有些导致我们拿的时候尽量拿上面，不要拿上面，好，注意安全。就是会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嘛。其实那个聊我是做那个石头上有点，说实话有点奇怪，
就是如果给全景的话，就是会拍到廖文静静坐在那儿，然后我们6个在那跳。我觉得这次还有个遗憾就是，耀文的脚受伤了，对，就是我们没办法7个人一起，合舞，然后一起跳舞，但是我们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做到了这次舞台，尽管有一点点遗憾，然后也是希望小刘的脚可以马上好起来。我有2个遗憾的地方。第一个遗憾的地方其实是，我觉得我的这个我现在这首歌其实我唱的没有那么好，然后我很早就想唱，但我当时就觉得太难了，然后这一次就觉得我马上20岁了，我想挑战一下，我觉得我想尝试这种东西，想把它搬到台上来用。然后第2个遗憾其实就是耀文的腿嘛，他是在1周半前大概，然后摔着的。他还在群里说，我们那会儿都在学校，他群里说自己腿摔着了，我们都啊，我说你是那种崴脚还是伤到腿了？他说我伤到腿了，然后说韧带啊什么的有问题。哎呀，所以我说让他好好养，是因为我觉得就做那种腿的手术肯定会很疼，不知道怎么说，希望你能好，快点好，然后尽量不要有什么后遗症啊这种东西。反正就听说差一点点就会有大家在嘛，脚也受伤了，所以我觉得蛮遗憾的，就这2个点。还有一点就是，真的就差一点点就去线下办了，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咱们的演出了。其实每一次的错过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下面。对，我希望明年要跟大家有一个非常盛大的见面，一切的安排很妥当，准备得很充分，然后舞台很精美，然后每个人都很好的状态，很元气的跟大家见面。当然这只是我希望，因为其实特别是到现在，我感受到最大的一点就是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完成它。当然我们是时代少年团，我们公司会一起努力跟大家见面，完成好这次舞台。我觉得时时刻都很幸福，因为有彼此的陪伴嘛，然后，在很多时候自己可能比较孤独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就在宿舍，然后有些时候就很无聊，然后就会跟他们视频打电话，就觉得啊，好幸福啊！对，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一次在国外，我们当时从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往下走，它是一个下坡，然后底下是海滩嘛。我们就在等日出，等说都等困了，然后就说去看日出吧，然后我们就一起走下去，然后那会儿也没有什么人，然后就我们几个，哇，那个日出，你至于吗？那会儿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大家就一前一后的，哎呀，然后就蹦蹦跳跳的往下走。我第一个想起来的画面还是那次在海边看日出吧，画面感很强的就是7个人一块儿在海边，吹着海风，踩着沙看日出，画面感很强。还有比如说雅轩有，比如说我在学校上课，然后我有时候不是会单独去排作业啊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就不喜欢忘吃饭，因为食堂过了那个点就关门嘛，然后但是可以打包，然后他就偶尔会给我带个包子，或者带个啥，我也没跟他说，但是他就给我带了个包子，然后他就丢给我，然后我就吃完。我脑子有很多他们好多人，我们一起这种事情。2年前嘛，每天放学，就是那种集训的放学，就是我们7个人一起在一起放学，回家的路上，就是总是会去那个便利店逛一趟，感觉今天的那种上舞蹈课还有上声乐课的苦痛就可以消除掉了。然后去那儿买东西的时候就感觉很幸福。幸福的时候还有一个队员请客的时候，今天张哥请客，我就很幸福。我觉得是大家在去领奖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捧起荣誉的那一刻。TME 有一次，因为那奖的实在是太重了，所以我很有印象。是的，我觉得是每一次这个上台，然后表演。刚出道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确实是很想要有大的舞台，想要登上大的舞台去展示自己，所以那一刻我觉得
算是一个最幸福的时候吧。对，包括后面也有，但是我觉得那一刻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当7个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小瞬间，很戳动我。大家会给大家互相准备生日的惊喜，又或者是一起跨年的时候，因为每次跨年都特别有意义。当时去那个海边，他们在那儿做俯卧撑，虽然我觉得看着我说他太傻了，但是还就是看着的时候就觉得还挺不错的，挺好玩的。然后后来我们几个去那个放烟花嘛。其实最失落，我觉得还是从最开始来说吧，就是1周年，本来都已经定好可以跟粉丝们开一个万人演唱会，突然就因为种种原因，然后开不了。当时在南京嘛，其实你都已经看到那个场子了，明天就要演了，然后在那彩排，然后大家都看着，哇，我说这到底能坐多少人啊？哇，好漂亮啊！因为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来过一次那个场子，但是在隔壁，然后我们就偷偷跑到这个场子，我们就说我们就一定在这儿开演唱会，然后我们就到这儿开演唱会了，结果没人，结果突然没人了，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失落，就是那种失落不是难过，就是一种不甘心那种感觉。到后面其实都会慢慢去接受这个东西了，因为第一次嘛，就是本来满怀期望，然后结果被沉重打击。1周年吗？真的是那种不理解，充满不理解，充满疑惑。排练到可能还有几天上台了，告诉我们没了，明明就一个门，真的就一个门，真的是那种千里之遥的感觉，真的。按市长他那个演唱会，那个线下变线上，那一刻我是觉得，有被打击到实话讲，但是把那个东西化作了一个把舞台变好的一个动力吧。表演完直完播，就是坐那个大巴回去的时候，在路上看到粉丝给我们的应援，那一刻其实又重拾了希望一样。那一刻我觉得，很幸福，对。很感动，然后就是百感交集吧，就是有一种很说不出来的感觉，说不出来的感受。因为到了现在，因为会给自我一个设定或者内心一个告诫，就是有可能开不了。对，但是第一场的时候，我们是信心满满，就满怀期待，肯定能开。那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几个都考进了不同的学校，然后就是大家平时聚在一起的时间变少了，然后之前暑假之前我们都是一直在一起的，就是渐渐的没有这种小家的感觉了。对，但是我们的1、2、3、4、5、6、7并没有冷，好吧？我们1、2、3、4、5、6、7聊得热火朝天，对，依旧是那个 TNT 小茅房。我一般都是失落完，我过2天就忘了。我觉得吧，就是一般来说，我自己失落的事情，当时可能会很失落，但是我不会让它一直存在我的记忆里。所以说我忘记的最快的一般都是失落的事情，因为一直在消耗自己，也挺不好的。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特别的开心，所以我没有必要去想这些东西。随时你这个情绪都会有变化吧，所以说你这个也没有办法去想一件具体的事情，总是有的，但是你说何必去想呢？因为现在不也挺好的？对，人还是总是要活得开心嘛。我可能会自己顿悟一些东西吧，就是也是从这种失落当中获得的有力的价值。出道3年以来，有没有哪些恶意造谣、抹黑重伤真正的困扰或者伤害过你？就是别人发的那些锐评是吧？锐评，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尖锐，没有伤害，我真的没有任何伤害我的，我每天都跟看笑话一样去看，觉得这个东西你也管不住，你何必去管它？我没啥话想说，其实我都看木了，就是没有感觉，就是我看到我反而就不屑，
就是当然好的我当然是都是看进去了，但是坏的我就是觉得啊，你是谁呀、你在这儿说话？我就感觉吧，有些人不知道是不是确实自己生活当中的空闲时间比较多。没啥可说的，就是挺无奈的，我感觉。完全现在看这些就不痛不痒，就是啊，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看了就完了，当没看到，当他在放屁啊。为什么会花这些时间来发布这些东西？我会觉得你会很愚蠢。时代小丑白话，时代马戏团，你知道这个？但是我觉得被骂很正常，我也不会觉得被骂我会难过。没有啊，我觉得我就是我做了啥事我自己心里都清楚。我觉得特别是这个时代，我希望大家能捂着耳朵生活。有的时候我会让自己过得很开心。有一些网友就是很反感，就是我们这种比较，然后他们就是会对我们就是进行人身攻击这样子。你说拿那些时间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不好吗？他偏要去把一些莫名其妙的点拿出来给你发散，觉得很不理解。我说我是那样的人吗？你了解我吗？你就开始这样评价我。我觉得这是大家眼中的我们和真实的我们的一个信息差吧。可能他看到的是70%的我，但是他可能自己会再去填出那30%，但可能他填出那30%里面有15%是对的，有15%又并不是我。大家都会去选择自己相信的东西。然后还有说各种各样的关系的，还有揣测我们各种各样的，我真的笑了，真的，我真的笑了。无论你们怎么说，就是无论你们怎么骂，都伤害不到我们的感情。有一个比较离谱的啊，说一下，说你跟女生同居，说我跟女生怎么同居，在别墅。啊，越离谱，这瞬间越离谱了啊！到底怎么传的呀？蛮离谱的这种事情，我觉得大家不会珍惜了吧？就可能宿舍就我跟赫尔了，然后助理嘛，怎么会有女生呢？除了做完一个我妈，因为我妈竟然过来给我就是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嘛，哥哥们他们都上学去了嘛，就陪我度过这一段就是这个别墅恐怖时光。说我大一走读啊？你以为我想走读吗？我以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每天我去上学的时候，那天桥上面站了有多少人。从我这个出我宿舍开始，到我进学校那一段有多么的艰难。那我来解释解释，我如果每天去上学，我还这么多人跟着我，疫情还在，要是出问题了怎么办？然后他们每天一个人拍我，一个人拍我同学。我同学他们不乐意了又怎么办？学校管理也有人家的这个规章制度。我们宿舍门口那保安每天还特别难呢，人就看着说别拍了，也不听，实在是没法了。那办走读每天出早工，我得6点就要起床去。还有一个在什么天桥上面偶遇，那都是假的，从早上6点就在那儿偶遇了。有网友说，就是孙晓轩，你还是去做演员吧，不要做爱豆了。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因为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就是别人说我不好，我会很纠结。做爱豆这件事其实是我一直热爱的事，也是我从小做到大的一件事。然后，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感觉就是我要坚持下去，肯定是我自己做爱豆的，就做爱豆这个职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然后我会加以改正。有人现在喜欢我做爱豆，说明我也有做得好的地方，就是我会去取长补短。因为表演跟音乐都是我很喜欢的事情，我会一直坚持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有喜爱，就是去证明给这些人看，就是我可以做得到。曾经就是我小时候就可能很小吧，10几岁吧，就各种骂吧，就骂，哎
哎呀，这个小孩长得这么丑，然后给我 P 黑白照，然后骂我家人，骂各种各样的，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啊？我到底做错了啥呀？啊，我怎么真是这样吗？会让我陷入一个自我怀疑的时候，然后工作人员也会开导我，慢慢开导，然后到后面我就觉得，我其实觉得现在公司处于一个过渡期，再加上学校的时间有问题，再加上还有那个大环境，就是现在这个形势也有问题，也会影响。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正常推进，就可能会有偏差。就比如说今天我要做的事情，但是突然因为一个什么不可抗力的因素，然后我们就没办法继续做这件事情。但是它本来应该是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我们也为它安排了后期应该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上线，都规划的一清二楚。但是后来就因为前期的一件事情打破了，没有办法录出来这件事情，人都没有办法出现，或者是录完了东西没有办法播，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解释的。然后你们爱相信相信，不相信算了。对，我其实没有太把这些东西当一回事，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同时在清楚自己走的路要是什么路，我觉得自己一直看得清楚这些东西。怎么会有人对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产生这么大的恶意？我是觉得挺离谱的。关键我都不认识他，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他又开始说东说西的，关键还有人来应和他，然后大家说起来呢，就感觉好像真的成了这样一个人，然后就越说越多，就是你也没办法去解释这种东西。其实这件事儿没有必要拿出来说，因为每个人都有经历过，每个人其实都想把自己做好，但是别人总会挑到你的毛病。我觉得其实每个人还是得有自己的一个主观意识和主观判断。别人一些发给你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真的，你得学会去判断好这个事再去做，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是自己决定的。还有什么比较离谱的吗？我觉得这不太离谱，就这些东西我真不觉得离谱，我觉得可能信这个谣言的才离谱。是警方上当受骗吧，也不用再花这些钱去买一些，就是很浪费钱，真的，这东西肯定是假的，先跟大家澄清一下。反正这东西真的好离谱啊，就希望大家多思考，珍惜自己的钱包。我呢，在这里奉劝朋友们一句，这个网上的事儿啊，听就听一半。我确实没法跟他们说太多，就是跟那些对我有恶意的人说太多。我只是想对那些还爱着我的人，对我好的人，能够多一份真诚，多一份感激吧。对，就是我的重心不会放在你们身上，对，就是这样。多累多很甘愿，多难都很心安，每场征途我们不会走散，忧伤都被吹散，快乐把心填满，我看见了未来就像星河，无比的璀璨。我先对小贺说吧，我最近感受到他的变化了，我觉得很好，我很为他开心，但是我希望他不要为其他事情所困扰。其实我们俩那天浅聊了一下，我就希望小贺慢慢来，不管他想做什么，他现在想做什么，以后想做什么，就我知道他一定能做成，因为贺群就是这样子的人。小贺有一种别人没有的执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时候很为他开心。但是我就觉得他最近会有一点闷闷的，但其实好像人在找自己的路上就会变得闷一点，我觉得这无所谓了。最开始第一次见应该是表演才艺吧，我们去成都的时候，真的是个小朋友。其实我最开始看你的视频，穿着那个短裤跳那个舞，我觉得这个小孩真可爱。然后慢慢长大，到了今天，其实我们都在彼此互相鼓励。其实你一直是我的一个小开心果。现在因为我们上了大学嘛，觉得好久不见空落落的，很佩服你。其实在高考的时候，然后到了今天能够独自一人站在台上主持
让我看到你的成长。3、2、走。时光流转，电影如歌。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贺峻霖。因为也是从小看到大的，莫名的欣慰，就觉得自家小孩长大了。希望你也是能够让自己轻松一点吧。赫尔上大学之后，感觉更开朗了吧。赫尔他就是喜欢捉弄人嘛，点东很想捶他，然后每次又捶不到，我真的气死。他跑得还贼快。所以呢，我就是注意时机。就是他开始做事情的时候，他会专心致志，就感觉他很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值得我学习的点。二话不说就开始轮跑，就为了谁比谁可以先到。公司门口到训练室有一段楼梯，上楼梯然后慢慢走，双方都低头看着手机，谁突然冲了一下，到了的时候就自豪地说第1名，就这样子。可以希望永远跟你这样打闹下去吧。你们一起来说一下吗？贺老师的话就是他现在都把我当就是把我当弟弟。贺老师特别努力嘛，每天都在发声，在护院。他之前不是在我们那个音乐会当过主持人吗？我就想说，那估计以后就会考大学就考这方面的专业吧。他选这个专业我一点都不诧异。他变化也很大，大的不行的大，对他自己来说是非常好的。他首先是整个人变得更自信了。他是我的晚安小屋。是，他的晚安小屋都是我给他看好的。当然不是啦，你是我的晚安小屋啊，你是我的晚安小屋。每天我都要这样哄着他睡。因为感觉他给自己压力还挺大的，对，也是希望他能够有时候少一些压力吧，多一些开心。因为我觉得他以前是一种真的还挺开心的状态，他可以继续这样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跟其他人说话，因为我老感觉他最近有点认真。然后跟赫尔的话就是也是那个见面之后会非常多的聊天，然后会去聊一些在学校的事情，然后我问他学校怎么样，然后我跟他说我在学校怎么样，大概就是这样。我跟翔哥一起写了一首歌，然后我们俩一直说找时间把那首歌弄完。虽然我们俩写完了，但是我们还是一直觉得那首歌可以再更好。我跟翔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俩其实不太会因为别的事情聊天。我其实很喜欢跟翔哥在一起的感觉，他有那种创作思维。他很敢想，他不管什么样子，他就会，你弹一个什么，他就开始瞎哼，就是会让你脑子里开始蹦东西。小慧其实也是。翔哥，其实在我眼里还是一个小孩，在学校食堂，一走进食堂，看，我都还没看见他，他就看见我了，然后一个飞了就跑过来抱着我，丁哥，然后一个喊着，哎呀，这么多人都看着呢，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乖、非常可爱，然后很有自己主见、很有自己想法的孩子。其实，在高考的时候，也聊了特别多，会一直问我，怎么办，丁哥，怎么办？然后其实从最开始，我们再一次见面，我其实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对你怎么地，或许有些许的尴尬。他叫严浩翔啊。你多少岁啊？我04年，今年15了。但是我没有去想那么多，我也有给他们说，我们要让他尽快的适应下来，就是彼此的信任吧。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信任彼此，所以我们走到了现在。杨翔很直白的一个人，他也是属于一针见血的那种。翔哥就是什么翔哥、翔弟，好吧？杨翔，叫翔哥也可以。不管在镜头面前，然后在舞台上都比较酷，但是其实他是很闷骚的那种，很喜欢分享视频给大家，然后就是很喜欢讲笑话给大家听。可以，这是好，哇，直接打，哎呀，扣了一下，点球没有啊？点球！但是我依然要坚持的讲，
我们有时候处理事情的方式很相似，我们两个挺像的，很有态度，很喜欢听他做的歌，也希望杨翔哥可以做出越来越多的歌，然后每一首都在这个高度，加油！我听那些歌的话，我们也会就是互相的，就是分享，没有那么急了，对事情也是处理的拿捏的非常准，对，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然后不要太管别人对你的评价，因为音乐这个东西真的是主观上的东西，喜欢的人他会听，不喜欢的人他不会听，就是这样，做自己就好。杨翔真的是我感觉变化特别大的一个人，刚回来的时候跟现在真的状态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真的是挺紧绷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沟通跟他交流，但他小时候其实就有一点狮子座的潜行在，但是我还 hold 得住吧。那回来之后呢，有点 hold 不住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融入他的那种世界，就是让他能够没那么紧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真的不就是被2-1了吗？现在阿根廷不也被2-1了吗？是啊，我觉得挺可惜的。那就是14年的冠亚军都被2-1了嘛？我是觉得挺可惜的啊。14年冠亚军都被2-1了。好离谱啊！但是确实很离谱啊，这么离谱啊！真的是没想到，说实话，从昨天阿根廷被1-2的时候，我就心态有点炸了。没想到今天德国也这样。这段时间他真的是很放松，放松好多，回到了自己我觉得最放松的状态，我也觉得挺好的，挺为他高兴的。我感觉他前段时间确实也挺闷得慌的，他上大学之后也好很多，他现在真的是很欢脱。你要跟他聊的话，你要跟他聊他感兴趣的话题。所以说我有些时候这个也会给他发一个视频，就是他感兴趣的领域。但是发了之后，我会附带一句话，就是哎，那天你点的那个吃的看起来还不错，那家店名叫什么来着？我说你推我一下，我也点一下。后面的4位老师再稍微提供一下，我今年我觉得葡萄牙会梅西，因为巴西今年巴西都好吧，英格兰。英格兰确实还可以，是吧？对，只有第2。还有那个哪里什么来着？那个没有看到足球。有知道，你不要说了。他现在也上大学了，其实他的学习那边压力也挺大的，而且他们请假的压力也挺大的，然后他还要兼顾这边，他和小刘他们不是经常会写歌吗？就我之前看到的，就是他也会有这个写不出来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时间冲突的时候。他之前录音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因为我们在录新歌嘛，他是录了新歌之后又去录他的那个音的，然后他还要回学校，其实各个时间都特别紧张，所以说他呢也是就是因为时间紧张，他也特别着急，也希望他这个在自己的这个情绪还有心态上，我们能够一直稳定，也希望他那个就是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然后我们大家都把心态放好这个过好每一天。张哥其实我没什么可说，张哥真的太快乐了每天。他有自己喜欢的音乐，有规划自己的事情，有好朋友。我每天见他在学校都会跟一个好朋友出来吃饭或者怎么样子。对，其实蛮有意思的。我在现在还考虑要不要喊他师哥，我喊他同学师哥。我说小张啊，我想吃那个酱香饼，你给我去买个那个酱香饼吧。开玩笑。他变得越来越沉稳，越来越平静。其实很羡慕他，有时候我觉得他那种状态其实一直都是我很想要的。但是他又是那种他在想要自己很放开的时候，他又很张得开，他是那种很大张大合的人。我觉得很棒，他适合学音乐剧呢。
张哥其实是一个很害怕失去的，会时时刻刻的在意着我们，在意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常常会给到我们各种各样的帮助。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压力特别大的一个人。其实有些时候很能理解你的一些压力和各种各样，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没资格去说这些压力或者烦恼，所以还是希望你能先开口跟我说，再慢慢的畅谈。希望你就是放下一些负担，让自己真正的散发自己的魅力。张哥很强啊，张哥666，张哥的肢体是建立在我的笑点上的。你要听我的评书吗？星雨时节雨纷纷，对，烟花烧起来雨光阎王故事讲得玄，我的名字叫张真源。张哥也成为了我的学长，每天去吃饭都会见到张哥，也会见面跟学长打招呼，哎，学长好，就会捶他一拳或者开开他的玩笑。这一首单曲叫《成年》，他一直可以发出来。虽然他现在已经成年了，但是也可以发出来。但是多久发成年啊？但就是发现最近张哥有点稍微的有些着急，感觉就是他每天有点忙不过来。他变得有点焦虑。希望张哥不要焦虑，多找小宋玩。反应迟。他其实卷的才厉害，我都是闹着玩的。之前在横店路蒙菜嘛，然后在酒店里面，真的不夸张，3天。那3天我们每天都是从12点聊到凌晨4、5点，到凌晨6、7点，天天都聊，不知道有什么可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会聊，会聊从进公司到今天发生的一些趣事。然后最好笑的一点，我们俩会看所有的直拍，然后在那找问题。但确实感觉那个时候很快的，虽然熬夜了，觉得还可以稍微的，就是也是别太紧张这个东西了，还是得放松一点，就是慢慢来嘛，会好的。然后跟张哥的话就是打打闹闹，然后因为我跟张哥确实就是认识太久了，就什么都会聊。我觉得他其实最近就是也在这个学习和工作上面，其实有在纠结。其实你看张哥每天嘻嘻哈哈的，他也就是在这个在台上或者在镜头前的时候，但是他其实张哥也会有小小的焦虑，我也不知道用焦虑或者用什么好。其实像现在，其实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所以说你的心态也是随着每天的变化来发生改变的。可能今天这个课可能和这边撞了，要去怎么办？其实这个也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吧。张哥就是虽然不说，但他对自己的规划也特别的清楚，然后做每一件事情也特别的用功。对，就他认定每一件事情的话，他就会去努力的把那件事情给完成，并且给它做好。
要是这一年都自己在家。他其实有跟我讲他未来想怎么走，然后想去考什么样子的学校啊，我也说了一些我的想法。耀文是很真诚的人，我从见他没多久我就这么觉得，一直到现在我也这么觉得。别人问我，他说你怎么评价廖文这个人，我说我觉得廖文很真诚，我喜欢跟别人说话眼睛看眼睛的那种人，然后我喜欢他很直白的表达自己想要什么，我喜欢他唱歌就是那种哇，就是我不管是唱 rap 还是唱歌，我就是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就那种感觉。我希望他腿快点好，别的没啥，我希望他不要受那种就是那种再去做手术啊什么的，我天啊，那个真的太吓人了。然后希望他不要长大那么快。耀文，3年，其实准确来说还是很久很久，从小一直长到大。这么小还在上美术秀的时候，我就看着这个小孩好不错。从以前到现在，真的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感觉你已经做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男子汉的一个角色。但是同时也希望你放下一些负担，有些时候回归到天真浪漫小孩子的角色，可以跟哥哥们说你好烦啊，很多好烦心事啊，不一定非得反过来照顾我们这些哥哥们，你还是可以在我们身边安安静静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当一个顽皮的小孩，哥哥们会在前面帮你挡风雨。你就安安心心的长大，之后帮哥哥们挡风雨。有时候我们会争谁是大哥，可能在别人眼里就是小学生斗鸡，但是在我们的世界里就是绝世枭雄，然后一决高下的感觉。但是很细微，因为你也在唱，你在跳舞，跳舞。我跟廖文就是从小长到大的那种嘛，就是我们从这么小，然后长到现在这么高的时候，就感觉挺神奇的，很奇妙的一段过程。不知不觉我们就长成这么大了。希望廖文不要那么卷吧，就感觉他总有一根弦紧绷着，就希望你可以放松下来，因为廖文也经常熬夜失眠，对，他经常失眠。我其实就想对他说，就是放松一下自己，让自己每天都保持一个好状态，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小刘其实是一个想的挺多的人，我们两个就能真的从晚上聊到早上，就很离谱，有说不尽的话，关键是我们两个都停不下来那种。我老想跟他说，要不咱们先睡觉吧，因为我想想好像又能继续说下去，那就继续说，就真的聊的很多，就已经说不完的那种境界。而且你想每个话题都能一直延伸，就感觉确实挺能聊的。也是希望小刘平时还是多一些放松的时候，然后当然保持自律当然是好的。跟耀文的话就是那个会聊聊运动，聊聊橄榄球，然后他最近在看世界杯。我也会跟他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因为小刘其实他是一个特别对自己热爱的事情上他特别认真。他这次受伤其实也是因为他这个
想要去锻炼自己的体能，所以说发生了意外。我其实想跟他说的就是，就希望他在这个去训练的时候，还有就是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也要这个就是张弛有度吧，有松有紧，就是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努力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放松放松。压力不要那么大，因为我觉得他是肯定可以的。因为我最近上午课，随时能听到他在下面练琴，但我就是希望他还是能够，就是一天当中抽出一点时间来放松放松，多注意身体。我觉得我到时候可以开导他。雅轩呢，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上课也就在一块儿。我是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俩会成为同学的，但是我觉得很好，我很快乐，我每天都能见到他，然后跟他一起上课，跟他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去厕所，一起回作业。雅轩有很多奇思妙想，他会做很多在我看起来很抓马的事情，但是在他那里又好像很平常。是不是掉地上了？是吧？你说掉了？它是个长度，不是对吧？一看我就知道它没有掉地上，没掉地上。记起来了，拿下来了。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有时候会揣摩他的想法，就是你发现你想去猜透他，但是你却看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对雅轩的话，老师表现的一副很开心，老师逗大家笑。其实有些时候我会觉得你跟我很像，会常常处于自己的一个世界，会感受到孤独。你是一个不愿意跟大家说的一个小孩，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更加的去跟我们说说，我们更在乎的是你，让你真正的笑。希望你可以真正的天天开心，被爱包围。在学生的话，好像经常放假就回别墅嘛，然后我们俩都经常在一起玩，就周末什么的。他的话就还是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还是要按时吃饭，少吃零食，少吃外卖。这节课是吗？其实最有感触的是我之前在听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之前在晚上在讨论声乐，是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很舒服，相处起来就是很自在，然后也会因为一些可能喜欢的一些音乐风格争起来，可能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些物料里面打打闹闹什么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晚上可能会互相倾诉烦恼，就怕担心他被骗，因为他就是很单纯嘛，会怕他就是在那边照顾不好自己，就是反正吃饭什么的，其他的没什么可担心的，抵抗力很好，很少生病，反正这个都不用担心。其实亚轩的话，他就是会有自己的小世界。我老会去担心，就不由自主的担心，他不在意的一些东西会导致一些对他来说不那么有利的结果，所以说我个人就是老想提醒他，就是我也不想看自己的好朋友就是因为这种
鸡毛蒜皮的事情，然后受影响。跟小宋的话，就是因为跟小宋平常分享比较多的都是那种短视频的那种，他会发给我看，然后我也会给他看一些我觉得好笑的一些短视频，就是打打闹闹、开开心心的兄弟。算学的话，我觉得就是相信大家也能从各个片段里面看出来啊，就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感觉。就每天我就会去逗他一下，我觉得逗他确实挺好玩的啊，就喜欢看他这个生一台气。但是他也不是真的生气，他就是装的。他生气了之后，他打我一下，我也生气，但是我也是装的。我们俩说的最后一句话，我说倔强，他说倔强5秒，我说行，5、4、3、2、1，嘿嘿嘿，我们这个天天就这个样子。你唱完就间奏对吧？后边你就在那儿唱，就是你在那儿唱。算是欺负吗？慢点。就是感觉跟他一起相处的时候，就突然就好像没有脑子了一样，我们俩，这哈哈哈哈，哦，每天就这样。我觉得他脑回路和我挺像的，所以说就是跟他就每天就特别快乐，一见到他就特别快乐，就希望我们能一直这么快乐。丁儿哥其实我就不用多说啥了，丁儿有自己的想法，他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如果有人在担心不知道他未来要做什么，我觉得你不用多担心。我们俩住一块儿，我们俩老吃饭或聊天，我们已经变得很有默契了，就默契到就是那种，就比如说点外卖，然后大家拆开盒子，然后就开始吃，他伸个手或者是我伸个手，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要纸，然后我就把纸递给他，然后擦完，然后就把垃圾桶给他踹出去，就这种，就是大家已经熟到就是说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有些话我越来越没办法当他面前讲，因为可能在这个年纪就会觉得大家讲这种话显得肉麻，男孩子可能都是这个样子。就希望丁哥更快乐吧。丁哥，我说实话，丁哥很逗，然后丁哥很呆。就是我们见面就，抱在一起，然后轩轩、丁哥这样子，有时候还会叫宝贝，就是我们相处方式挺轻松的，对，他也对每个人都很负责，大哥，就组织大家去干一些什么事，然后比如说去练舞，去排声乐。有时候大家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就会，没事，大家继续来。就比如说马哥有时候 emo 的时候，丁哥就经常去问他怎么了，就是丁哥，我爱你，这没什么。丁哥 I love you。金刚是真的就是特别照顾我，是非常负责任的大哥。之前开车带我们出去吃饭什么的，当时跳那个 Magic Show 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还一直夸丁哥说：“你看你们师兄跳多好。”当时他是我师兄啊，你看你们师兄跳多好，你们还不努力吗？他确实就是对在跳舞这块非常努力嘛，经常会受伤，所以就是还是想跟丁哥说，还是要保护身体。
丁哥这是就是舍弃他的一些就是自己休息时间给我们来抠动作，其实会觉得非常负责任。就让我感动的是，不是说就是这个事会让我感动，而是他就是平时的一些行为会让我觉得会有感触。当时我也不是一个人在别墅学习上课，然后也会发微信过来问我，就有被人关心到，就是会很开心很幸福。就是丁哥吧，也是从小时候就一块陪伴过来，这么多年吧，还是一种很舒服的相处模式。对，这个还是。这个还是挺感谢丁哥这么多年，也算是照顾我们这样一路过来吧，就也是从小看到大的，就感觉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对，一直很照顾我。跟丁哥的话就是，因为我跟丁哥最近在学校碰的比较多，我记得上次印象最深的是在食堂碰见他，然后跑起来抱上去了，我聊聊天，然后跟他聊一下学校里面的事情，那么有什么不懂的我也会去问丁哥。那丁哥我就见他就更早了，15年的时候他们来成都，这么多年其实我们的相处模式没有太大的改变。第一个是我们团里最大的嘛，所以说他们还是会为我们去操心很多。就像你看丁哥，他不是这个从很小的时候就带大家这个一起抠舞嘛，其实他并没有这个义务。但是他去做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现在和丁哥就是很微妙的感觉，你懂吗？就是我今天去你那儿住一住，我说好的宝贝，我说好的宝贝，情况有变，我可能要住7天啊。我说好的，你去吧，对，就是这件事情你就能看出来我和他的这个相处模式了。要帮我开个舞台灯。丁哥回来的时候，每次都要来敲一敲我这儿，他进来看一看。我说你看吧，就是这个样子。马哥，其实最开始见你是在一个视频上，当时你还是一个那叫什么鸡公头啊，那个冲起来的头发，然后在那儿说你最喜欢的歌星啊，各种各样的，然后问我，我们要招这个练习生，你觉得怎样？我觉得挺有个性的啊，试一下。然后我们就在6月有了第一次见面，然后见到那一次，我觉得，可能他以后就是跟我们一起走下去的那个人，还是一个跟我同年龄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非常的沉稳。然后在第一次听他唱歌，哇，长这么小，唱歌这么好。这3年，其实一起经历了很多风和雨，有事业上的，有学业上的。我觉得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其实你自己已经足够的优秀，我觉得不用去听外界的一些流言蜚语，做好自己，当一个好的小马。我觉得其他的根本不重要，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好的我们去接纳，坏的我们就给他拽点。对，让那些人都给我走远点啊，别来沾边儿。都一直很为团在着想，为团分担各种各样的压力，有什么事你就永远顶在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小马让自己更加的放松，已经足够优秀，然后好好的走好以后的每一步。其实马哥也算我的一个榜样吧，对，只是相处方式感觉不同了嘛。以前他是大哥哥，然后现在就是感觉是我的同龄人。现在相处更放松了，因为他会把我们放在他自己的前面嘛。有时候吃饭的时候点少了饭，然后他就说，我今天不想吃，你吃吧，就很谦让嘛。马哥也非常的傻，我经常逗他长得真的很像柴6斤，有时候很 emo 吧。就他 emo 的时候，我会上前说，没事，马哥。他如果就是说没事儿，那一定就是有事儿。
明显的感受到他情绪就是慢慢的在变得好起来了，感觉他过得很开心。希望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也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人，所以就是还是要放宽心，不要太逼自己了，会不太好的，会睡不着觉的，就跟我一样。之前可能很照顾我吧，马哥、丁哥他们都很照顾我，因为我最小的，但现在就情况会有所改变，我们就是那种同一战线的兄弟了，就是那种战友的感觉。马上要成年了嘛，还有1年，然后有些责任也是可以担当一下的。马哥确实也是挺辛苦的这2年，也恭喜他能够度过自己的难关吧，然后也是能够。你是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改成那种在舞台演出来的。在我写太情绪了，太情绪了。回到一个顺利的道路上，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吧。所以说，辛苦了马哥。行，但不多说了。跟马哥的话就是跟他会聊音乐，一起做歌，然后聊宠物，因为我也很想养一只小狗，然后就跟他聊的比较多，跟他一起做大家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2个人相处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有话聊，然后有事情做，然后同时也不会有别的什么东西在。对，我和马佳其实最早见面是在2017年，当时在那个重庆的珊瑚水岸。我之前应该说过，就是我们不是拍了一个那个什么你好那个什么，就是看起来很尬的那个片段。我叫贺俊明，你可以叫我小贺。你好，我叫马佳琪，你叫我佳琪吧，佳琪。佳琪。那个东西啊，真不是我们2个演的啊，当时的真实情况就那样，把我们俩的尴尬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我觉得马哥呢，就是他，因为他是队长，所以说呢，他又很为大家着想，也很照顾大家。只不过就是马哥他的性格的话，我觉得他比较内敛，所以说他有些话他不会就是对大家说，但他会自己去做啊。我觉得马哥就是特别靠谱，特别踏实。像那个无尽的冒险嘛，他们不是觉得可能小刘坐在那儿会不会显得特别的尴尬，或者说会觉得我们不像一个团的。其实马哥还有丁哥他们也一直在那儿讨论这个事情，还和导演组他们讨论。就我现在和他呢，怎么说呢？你懂那种感觉吗？没有必要会时时刻刻的联系，可能见面也不需要说那么多的话，但是大家都明白啊，就是这个心意大家都明白。这是我和马哥啊。想对兄弟们说的话就是，想要跟大家就是走更远吧，对，因为我是想要跟大家一起登上更大然后更好的舞台的。希望我们能够站上更大更好的舞台，如愿以偿能跟大家见面，出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为这个团做源源不断的付出，跟队员一起一直走下去。我们彼此都是一个慢慢进步的一个过程，我们彼此也在慢慢的磨合，都是让彼此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好。我们就是一家人。我都认识他们那么多年了，我就一句话吧，就是冲就完了。这3年我真的爱死你们了，然后希望未来我们还能一起度过很多个3年。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过得很好，我希望他们30年之后、40年之后，然后也可以回来，或者是我们一起聚餐的时候，就说我最近在做人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酷，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试试？或者是，我这次尝了什么？我带你去吃这种东西。我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然后过得很幸福。别的不多说了，男孩子之间不需要多说什么别的事情。
我们是时代少年团。好，大家好，我们是 TNT 时代少年团。好，大家好，我们是时代少年团。大家好，我们是 TNT 时代少年团。好，大家好，我们是时代少年团。